怎么样了？好了。怎么了？刚才公司内部资料被偷窃，我怀疑是公司某个职员。公司职员？哎呀，段部长，这话不能随便瞎说吧？啊，各位想想看，自打你任职这部长这职务以来，哎，公司这规章制度形同虚设，如同废纸啊。现在你瞅瞅啊，这种保安是不是可以随意进出18楼？这不是段飞跟云总有什么关系吗？段部长让我说的话，你要是没有真凭实据，就不能随意扣留我们手下的员工。再，现在可是工作时间，哎，你以为就你的工作那叫工作？不行，没找到嫌疑人之前，谁都不许走。胡说八道嘛！你这不是找不着人，随意的这么血口喷人？我说不行。够了，段飞。反正现在也没有找到嫌疑人，就先让员工回去工作吧，不要在这影响大家。不行，我说收队。云总，那我们就先回去工作了。哎呀，还是云总厉害。秦经理，韩经理，云总在吗？啊，他有事先出去了。你找他有事儿啊？这不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吗？我就是想提醒云总多注意休息。那要不他来了以后，我再通知你好了。算了算了，他好像也不太想见我。算了。进。段部长，不好意思，赵秘书，我跟段部长想沟通一些事情，你看方不方便？啊，好的，那你们慢慢聊。段部长，我先出去了。韩助理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今天来这儿是为了谢谢你那天救云总的事儿。没什么，我身为安保部部长，保护云总的安全是我的责任。段部长，我还想问你一件事。你说。我看你一直跟云总走得很近，难不成你跟云总有亲属的关系？怎么可能啊！我是小职员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。我跟云总确实走了近一点，但都是为了公司的事情而已，你不要误会了。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没什么，
我就突然想起来了，所以就问出来了。段部长，我还有个请求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我？什么请求啊？就是以后如果你知道云总私底下需要帮忙之类的事情，能不能跟我说一下？为什么？我不是云总的助理吗？云总的一些事情我处理起来比较适合。如果所有的事情都由你来处理了，这不显得我特别不称职吗？好，既然韩助理这么负责，我怎么会不帮忙呢？以后啊，云总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那就谢谢段部长了。我外面还有点事儿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好。石头，我知道你在电商转型计划上遇到很多困难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都帮你解决。真的不用了，刘峰，我想靠自己的能力来推行这个计划。石头，你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帮助呢？什么刘峰？是在公司。我们走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有什么需要，一定记得联系我。他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他只是跟我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。工作上的事情啊？牵什么手啊？嗯，没有，你别误会啊。飞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干嘛见到我这么不开心啊？是不是怕云总发现啊？你妈警告过你，不许再找我。我妈呀，那是警告你。再说了，你觉得我妈警告我有用吗？哎，你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？啊！来，你听听。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问题？你是不是喜欢石彤姐？啊？你怎么问这个？因为我喜欢你啊，所以你的一切想法，我都能感受得到。小雅，你是个好女孩，两个人想在一起的话，是相互的事情，明白吗？明不明白？大概知道了。这个，我先收下。你的伤都没好呢，赶紧回家吧。好吧。走吧。公司的系统被入侵，损失了客户信息不说，而且还泄露了大量的公司内部机密。云总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云总，我想靠自己的能力来推行这个计划。石头，你为什么不肯接受我的帮助呢？别这样，这是在公司里干什么？云总，啊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是说，现在事情已经很明确了，这件事情就是公司内部人员做的。而且今天下午，段部长围剿公司内鬼的行动做得很正确。如果这件事情是公司外部人员干的，他不可能那么明确的知道公司的数据库信息。我的意见是，马上揪出幕后黑手。我当然要揪出幕后黑手。只是我现在真的很痛心，我没想到公司内部竟然真的有员工泄露机密。云总，我觉得现在跟电商计划相比，泄密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往后面放一放？荷兰姐，
现在罪证已经在眼前了，而且在现在的项目里面，他很有可能也在做着暗中的交易。如果现在不把他救出来，对我们公司的损失会更大。我同意秦雪的意见，我绝不能让公司里有蛀虫存在，利用红鼎的机密来谋取自己的利益。进来，荷兰姐，你忙了，赶紧吃饭去吧。好啊。其实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，你今天为什么不让世彤立刻动手啊？秦雪，关于这个问题，你有你的想法，我有我的顾虑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们都是不想让世彤再受到伤害了，对吗？可能是我想多了吧。走吧。喂，还有点事情没有处理完，今天可能要加班了。我有什么不方便的呀？你不就想知道柳峰的事儿吗？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。一定要把郑成强这个人盯紧一点。还有，荷兰重点注意，是他把刘天成引进了这个公司。混蛋！就差一点，我总觉得就是刘天成偷了数据。抓起来不就完了？不行，我们不能打草惊蛇。这刘天成到底是谁的人？废话，还用问吗？肯定是韩元仓的。目前没有证据，我们不能盲目下定论。我觉得老大说的对。明白。我先不早了，我先回家了，早点休息吧。老大也是妻管严啊，跟我一样。你们到底怎么回事？每次都要我给你们擦屁股吗？知不知道？刘天成差点让人给抓了，还不是段飞手底下那个马基搞的鬼。你既然是个副总，明知道会有大麻烦，为什么不找个理由把他辞掉？他是于世荣自己找来的，我没办法辞掉他。上回让你处理老张的事儿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要不是高进严节，我们现在早被抓起来了。还不就是这个段飞？
说白了吧，还是你的人无能。你说什么？就凭这几个喽啰？好了，都少说两句。合作扳倒云家，首先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，不要留下这些把柄。现在麻烦的是，恐怕我们的动作，云顶那老头已经有所察觉了。我怕他指使段飞那小子。当务之急是联手解决问题。韩副总，云石彤那个电商计划，是不是缺钱了？对呀，他现在在想办法找贷款，不过呀，还是晚了一步。各大金融圈的朋友，我已经关照过了，即便他想办法找到了贷款，董事会上也绝对不会同意。我已经联系了过半股东，联手反对这个项目。云石彤还是无路可走啊！你的意思是说，云石彤已经乱了手脚？不要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。安总，听说你们公司有个监察组，管事儿的就是这个段飞。那又怎么样啊？等着看吧。段飞是绝对不可能查到我的头上来，所有能开口的证据，马上就要断了。那就好。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你再这样，我报警了。想报你就报吧。但是我相信，明天一大早，红顶的每一个员工都会收到一条关于你的消息，肯定是一个大大的惊喜。何婉，我这三番两次的来找你，你明白什么意思？我做的这些，是为了你好，也是为了我好。只要你肯帮我，这也是唯一的选择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其实我们已经盯上云石彤了。不管你跟不跟我们合作，都要除掉他。我求求你，不要伤害石彤。别这么紧张。我想提醒你的是，我们是一条生产的蚂蚱。如果我们合作除掉了云石彤，你的好日子就来了。反之，如果失败了，大家都不好过。跟你在一起，我就没有好过过。